被诈骗后，我把公司的所有钱都打给了骗子。我是故意的，只因自从我家遭遇困难后，公司不仅没有一丝人道主义上的关怀，还对我疯狂的压榨。老板总让我无条件的加班，却一点加班费都不给，甚至有事没事就扣我工资。每当我去找老板理论时，他总是用大环境不好为借口，让我陪公司一起渡过难关。渡个毛的难关，我都要活不下去了。公司怎么不想着帮我渡过难关？反正今天你要不给我应有的加班费，我就去申请劳动仲裁。那你去告我，大不了交点罚款。你跟我可不一样，要是我拖个1年半载的工资，你怕是饭都要吃不起了。闻言，我的心彻底凉了。当犯罪成本远低于犯罪收益时，很多人都愿意铤而走险，而老板就是笃定我家里困难，不敢轻易离职，才这么肆无忌惮地压榨我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身为公司财务的我有100种方法让他破产。从办公室离开后，我的手机突然收到一条陌生短信：我那张卡限额了，把剩下的款项打进这个账号吧。我知道这是诈骗短信，却没有第一时间将它删除，只因一旦我将公司的钱转过去，老板将会万劫不复。可这样一来，我虽解了心头之恨，却也会受到法律的惩罚。正当我犹豫不决时，老板却匆匆走了过来。那笔赔偿款你打过去没有？还没有，正准备转。那就别赔了，先打给客户沈总。打给沈总的话，工人的父亲那边怎么办？人家还在医院等着这笔钱手术呢。你傻啊，他和他爸就2个人相依为命，现在儿子死了，只要拖着等他爸也死了，那公司还需要赔钱吗？闻言，我不可置信地看着老板。当初他为了项目尽快完工，勒令底下的施工队连续半月进行高强度工作，不料1名工人因过度疲惫倒在了工地上。事后老板承诺会支付100万的赔偿，没曾想现在却翻脸不认人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照我说的做，这笔钱省下来，我又可以买套房。此刻我终于下定决心，这种畜生就应该万劫不复。等老板走后，我先是将100万的赔偿款打给了员工的父亲，随后将公司剩余的700万流动资金全部转进了骗子的账户。这一刻起，老板的结局只会是破产清算。而我虽然也犯了法，可我曾经学习过类似的案例，在我没有获得利益的情况下，法院最多判我赔偿公司几万块。此时眼见下班时间快到了，老板又整起了幺蛾子。大家都晚点走，先去会议室开个会。刘总，非得现在开吗？我下班后还有事呢。废什么话！小秦，你统计一下，敢不出席的立马扣1个月工资。来到会议室后，老板冷冷地扫视了我们一圈。看来平时对你们还是太好了，就占用一点私人时间，至于一个个都无精打采的吗？这时，老板的千金柳如烟也走进了会议室，趾高气昂地坐在了老板身旁。今天开会主要就一件事，鉴于公司近期的项目较多，底下的施工人员严重不足，各位认为该如何解决？刘总，我认为应该再招聘一组施工队，并立马进行设备采购，否则很多项目恐怕都无法如期完工。资金上需要多少？大概需要1000万，我们可以跟银行贷款。1000万？当初那个员工出事也只用赔100万，这1000万都够出10次事故了。我看就像以前那样，让现有的施工队熬一熬，一样能把项目完工。不愧是我女儿，是块做生意的料。闻言，主管还想要开口劝阻，不料却被老板狠狠瞪了一眼。我知道各位担心什么，我都调查过了，那起事故纯属是意外，发生的概率很小，而且现在公司账上还有700万流动资金，真到要把这些钱赔光的时候，我们公司早就上市了。可是刘总，好了，这件事就这么定了。各位近期多去工地走走，最好是亲自去劳动一下，这样也能安抚好施工队的情绪。另外还有一件事，学校给如烟安排了假期实习的任务，大家看看公司哪里有闲一点的岗位。我实在受不了老板这副丑恶嘴脸，于是忍不住嘟囔了一句：让他去工地不就好了？老总的女儿亲自施工，那样工人的情绪立马就安抚下来了。话音刚落，会议室瞬间陷入死寂，所有同事目瞪口呆地看着我。下一秒回过神的老板直接将矿泉水瓶砸向了我。不会说话就闭嘴，让我女儿去工地，万一发生什么意外怎么办？你自己也说了概率很小，而且我们能去，底下的工人能去，凭什么他不能去？人和人的命是有差距的，你们跟我可不一样。闻言，所有人瞬间脸色一沉，老板见状也急忙打起了圆场。如烟他不是那个意思，大家都别放在心上。可我完全无视老板的话，站起身走到了柳如烟身边。你说人和人有差距，请问你和我们的差距在哪？秦江，你他妈的给脸不要脸是吧？要是不想干了，立马给我滚出去！要我滚可以，把半年的加班费结清给我。你做梦，不止没有加班费，你这2个月的工资也得全扣了。想打官司，老子奉陪到底！见我愣在原地不说话，柳如烟得意地笑了笑。现在知道怕了，这样只要你现在道歉，我还可以让你继续留在这工作。怕倒不至于，我只是想问，你到底去不去工地实习啊？刹那间，柳如烟脸色一沉，下一秒竟直接一耳光抽在我脸上。可我却笑了，因为我是故意激怒他们的。会议室的监控已经完整拍下了所有过程，等到了法庭上，无论是法官还是舆论都会很大程度的倒向我这边。算时间，公司股东应该已经知道不见700万的事了。刘总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此时老板正打算叫保安将我拖出去，却发现开会期间合伙人给他打了几10个电话。一脸疑惑的他正准备打回去时，公司的前台却突然冲了进来。刘总，大事不好了！刘总，大事不好了！公司账上的钱全没了。这话一出，整个会议室瞬间炸开一波，所有人都惊得从椅子上弹了起来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账上800万怎么可能没了？是不是你看错了？是真的，
财务部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，好几个股东打电话来说公司的账户余额是0，怎么可能？你肯定是骗人的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也响了，来电显示是李股东。我故意开了免提，一道愤怒的咆哮声立刻从听筒里传了出来，响彻整个会议室。姓秦的，你们刘总人呢？给他打电话也不接，现在公司账上的800万不翼而飞了，他是不是卷款跑路了？你告诉他，我已经报警了。这下刘总彻底傻眼了，他松开前台，身体一软，直接瘫坐在地上。怎么会呢？那可是足足800万啊！一定是你搞的鬼！你刚才就在财务部。所有人的目光全都聚焦在我身上，我非但没有惊慌，反而露出了一个灿烂的微笑。刘总，钱是我转走的，不过在警察来之前，咱们是不是先把我的加班费给结一下？你这是承认了。好啊，秦江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这是挪用公款，你知道吗？你这是犯罪。刘总，话可不能乱说，我只是听从您的指令，把钱打给沈总而已。你放屁！哪个沈总会让你把钱都打过去？你就是故意的。这我就不知道了，我只是个小小的财务，老板让我打钱，我哪敢不听啊？对了，刘总，您刚才让我把钱打给沈总的指令，我好像不小心录下来了。那就别赔了，先打给客户沈总。录音一放出来，刘总的脸瞬间变成了猪肝粉。他没想到自己随口的一句话，竟然成了我手里的护身符。你敢阴我？刘总严重了，我这叫有备无患，毕竟在您手下干活，不多留个心眼，哪天被卖了都不知道。此时其他同事也反应过来，他们看着刘总的眼神充满了鄙夷和幸灾乐祸，之前被压榨的怨气在这一刻仿佛找到了宣泄口。活该，报应来了，让他平时那么压榨我们。就是看他怎么办。好你个秦江，算你狠！你以为这样就能扳倒我吗？你等着，我有的是办法让你把牢底坐穿。说完，刘总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，掏出手机，恶狠狠地拨通了报警电话。我要报警，我们公司员工挪用公款800万，对，他叫秦江，人就在公司。没过多久，会议室的门就被推开，2名身穿制服的警察走了进来。谁报的警？发生了什么事？警察同志，是我报的警，他叫秦江，是我们公司的财务，他把公司账上800万全都转走了。你们一定要为我们做主啊！我们家公司就快被他掏空了。秦江是吧？他说的是真的吗？是我转的。听见没有？他自己承认了。警察同志，赶紧把他抓起来！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钱转到哪里去了？警察同志，事情是这样的，我是在执行我们刘总的命令。他说有一位重要的沈总需要打款，让我先把钱转过去。至于这位沈总是谁，我就不清楚了，这得问我们刘总。你胡说！我什么时候让你转这么多了？警察同志，这里有录音为证。至于转账金额，刘总当时说的很急，没说具体数目，只说先把款项打过去。我作为财务，看到公司账上还剩700万流动资金，以为都是要打给这位沈总的，就全转了。听到我的话，警察的表情变得微妙起来。如果真像我说的，这案子的性质就从职务侵占变成工作失误。他说的对不对？我当时是让他打款，但没让他打那么多啊，是他自己理解错了。警察同志，这可不能怪我啊！我们刘总平时开会就经常含糊其辞，让我们自己领会精神。我一个打工人哪敢揣测老板的心意？他说打款，我肯定要把能动的钱都打过去，万一耽误了沈总的大事，这责任我可担不起。不管怎么说，这笔钱不是小数目。秦江，你先跟我们回局里配合调查。柳先生，你作为公司法人，也需要去做笔录。我跟着警察一起走出公司大门，刘总和柳如烟跟在后面，脸上挂着胜利者的微笑。大家都看到了，这就是背叛公司的下场。以后谁再敢跟我耍花样，就跟他一样进去吃牢饭。嘿，活该！让你跟我们家作对，在牢里好好反省吧。我没有理会他们的叫嚣，而是继续往前走。就在我们到楼下大厅时，一群人突然从外面冲了进来，把我们团团围住。你这个姓柳的畜生，还我儿子命来！刘总，请问贵公司是否拖欠因工伤去世员工的赔偿款？这位先生，请问你是因为什么原因被警方带走？是否与挪用公款有关？闪光灯不停地闪烁，柳建国被这阵仗搞懵了。他怎么也想不到，楼下竟然埋伏了这么多记者和工人家属。你们干什么？谁让你们进来的？保安，保安死哪去了？各位记者朋友，事情不是你们想的那样，我并没有挪用公款，我只是把刘总不愿意支付的那位工人大叔的救命钱，先给他打过去了而已。听到这话的记者像是嗅到了血腥味的鲨鱼，更加疯狂地将话筒和镜头对准了我和柳建国。刘总，这位先生说的是真的吗？您宁愿让员工家属没钱做手术，也要克扣赔偿款吗？恩人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救了我这条老命啊！你胡说八道，那100万明明是我让你转的。刘总，你怎么能张口就来呢？你亲口跟我说的是，只要拖到大叔过世，这100万就省下来了。我实在不忍心，才自作主张把钱转了过去，剩下的钱我是听你的指令打给了一个来路不明的沈总。我的话句句诛心，记者们瞬间将舆论的矛头全部引向了柳建国。穿过记者的包围，我跟随警察来到了审讯室。秦江，我们查过了，你确实给工人家属转了100万，但剩下的700万你转给了一个涉嫌电信诈骗的账户，现在钱已经被迅速转移，很难追回了。警察同志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刘总当时催得急，说要打给沈总，我一个打工的，老板发话我哪敢多问，只能照办。可是根据监控显示，你和柳建国发生了激烈争吵，你似乎有报复他的动机。
没错，我们是吵架了，就是因为他不想给工人家属赔偿款，他女儿还说什么人和人的命是有差距的，我气不过才跟他理论，他恼羞成怒，还动手打了我。你的意思是你转走700万，是错误理解了老板的指令？是的，我承认我有工作失误，但我绝没有中饱私囊，我1分钱都没拿。如果因为我的失误给公司造成了损失，我愿意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。你先在这里等一下，我们去核实一些情况。警察走后，审讯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。柳建国现在肯定想把所有责任都推到我身上，但他越是这样，可信度就越低。警察同志，你们要相信我，我是无辜的。我们调查到你名下有多处房产和豪车，但你公司却长期拖欠员工加班费，甚至连工伤赔偿款都想赖掉。对此你有什么解释？我那是为了公司长远发展，大环境不好，大家要一起共度难关嘛。是吗？我们还查到你女儿柳如烟在社交媒体上常年炫富，名牌包堆积如山，这也是为了公司发展吗？我被带到了会见室，与法务部给我请的援助律师见面。秦先生你好，我姓张，你的情况我基本了解了，现在情况对你有些不利，柳建国那边一口咬定你是恶意报复、职务侵占。张律师，我没有侵占，我只是一个执行者。刘总让我打钱，我照做了。至于打错了对象，那是我的工作失误，我认。很好，这是本案的关键。只要我们能证明你没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意图，职务侵占罪就很难成立。你确定转走的钱没有1分1毫进入你或者你亲友的口袋吗？我确定，可以查我所有的银行流水。那就好。另外，你在公司楼下接受采访的那段视频，现在在网上传疯了，舆论对你非常有利。你为工友出头、智斗黑心老板的形象已经立起来了。接下来，你只要保持现在的说法，一口咬定是工作失误，我会尽力为你争取挪用资金罪。这个罪名比职务侵占轻得多，而且鉴于你没有获利，并且有自首情节，再加上舆论压力，法院很可能会从轻判决，甚至可能只判缓刑和民事赔偿。这个结果在我的预料之中，相比于让柳建国破产的快感，这点代价我完全可以接受。爸，现在怎么办啊？网上全都是骂我们家的，我的社交账号都被冲烂了。都怪那个秦江，我一定要让他死。柳建国从抽屉里翻出一个名片，上面写着黑豹承接各种业务。他拨通了上面的电话。有个活接不接？我想让一个人从世界上彻底消失。这天我正在看守所里看书，审讯我的警察过来打开了门。秦江，有人保释你，收拾东西可以出去了。我愣了一下，有些意外。张律师昨天还说，因为涉案金额巨大，保释申请很可能会被驳回。会是谁保释我呢？我走出大门，一个熟悉的身影站在不远处。秦江，你受苦了。主管，你怎么来了？是你保释我的？我哪有那本事？是公司的几个老股东。刘总这次把事情闹得太大，他们坐不住了，凑钱把你保释出来，是想让你帮他们把损失降到最低。原来如此，他们想让我做什么？刘总已经彻底疯了，他把公司剩下的资产偷偷转移。股东们希望你能出庭作证，把刘总做的那些烂事全都抖出来。他们承诺，只要能把刘总送进去保住公司，你赔偿的那部分钱他们来出。我本来还在为赔偿款发愁，谁想到瞌睡就有人送枕头，替我谢谢他们。法庭上我一定知无不言。黑豹哥，这是定金，事成之后还有另一半。说吧，什么人，什么要求？就是这个人，他叫秦江，我不要他死，我要他比死还难受。我要你打断他的手，让他这辈子都不能再碰键盘，不能再做账。长得还挺帅，得罪了你，算他倒霉。这活我接了，3天之内我保证让他变成个废人。那就好，我等您的好消息。我在饭桌上跟主管详细聊了一下出庭作证需要准备什么材料。等聚完餐后，我为了抄近路，选择了一条平时很少有人走的小巷。身后突然传来了一阵脚步声，我猛地回头，3个身影堵住了巷口，为首的正是那个叫黑豹的刀疤脸。秦江是吧？有人花钱买你一双手。柳建国给了你们多少钱？我出双倍。小子，出来混要讲信用，我们收了钱就得办事，要怪就怪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。我背靠着冰冷的墙壁，退无可退。看来今天这顿打是躲不过了，但束手就擒可不是我的风格。大哥，别跟他废话了，赶紧解决完，我们好去喝酒。小子，下辈子眼睛放亮点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我迎着他们冲了上去，一招放倒了一个混混。另一个人见状一愣，就是这一瞬间的迟疑，给了我可乘之机。我抢过倒地混混手中的钢管，狠狠地抽在另一个混混的腰上。有点意思，看来不动点真格的是拿不下你了。黑豹从怀里掏出一把闪着寒光的匕首，一步步向我逼近。小子，能逼我动刀，你也算个人物了。可惜今天你的手我废定了。话音刚落，黑豹猛地一个起伏，匕首直刺我的胸口。我凭本能向后一仰，险之又险地躲过了这致命一击。不行，硬拼我不是他的对手，必须想办法。我将手中的钢管猛地向上抬，我抓住机会转身就往巷子深处跑。妈的，给我追！今天不弄死他，我就不叫黑豹。
我拼尽全力在漆黑的巷子里狂奔，身后的脚步声和叫骂声越来越近。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，巷子尽头突然出现了一缕光亮，有救了！我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冲出小巷，直接撞进了便利店的大门。快报警！有人要杀人！算你小子走运。黑豹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最后带着2个受伤的手下消失在了夜色中。我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。警察很快赶到，我把刚才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他们。警察同志，我申请人身保护。柳建国他这是买凶伤人，是故意杀人未遂。我又回到了警局，向警方详细描述了昨晚遇袭的经过，并明确指出柳建国就是幕后黑手。秦江，你确定是柳建国指使的吗？有证据吗？我没有直接证据，但除了他，我想不到还有谁会用这种手段对付我。他有充分的动机，光有动机是不够的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们会根据你提供的线索，全力追查那几个袭击者。一旦抓到他们，真相自然会水落石出。做完笔录从警局出来，我没有回家，而是直接打车去了柳建国的公司。我大摇大摆地走进公司大厅，前台看到我吓得脸色都白了。天哪，那不是秦江吗？他怎么又回来了？有好戏看了，我听说他昨晚被人袭击了，肯定是刘总干的。就在这时，柳建国和柳如烟正好从电梯里走出来。柳建国看到我，瞳孔猛地一缩，脸上的肌肉不自觉地抽搐了一下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刘总别来无恙，听说你花钱找人买我一双手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听不懂。保安把他给我赶出去。别装了，刘总，你派来的人太不专业了，非但没废了我的手，还被我送进了医院。他们还把你的大名给供出来了。我这是在炸他。我知道黑豹那种人不可能轻易出卖雇主，但我就是要给他施加心理压力。不可能！你吓唬谁呢？我爸才不会做那种事。闭嘴，这里没你说话的份。刘总，买凶伤人可是重罪。你说，如果我把这个消息告诉那些股东，你的下场会是什么样？柳建国的身体开始不受控制的颤抖起来，他看着我，眼神里充满了恐惧。别怕，我今天来不是来找你算账的，我是来跟你谈一笔交易的。法庭上见还是私下和解，你选一个。柳建国失魂落魄地把我请进了他的办公室，柳如烟也一脸不安地跟了进来。你想怎么样？很简单，第一，立刻支付工亡员工家属的全部赔偿，包括精神损失费，总共200万。第二，结清公司所有员工被拖欠的加班费和工资。第三，你做梦，200万还结清所有工资，你把我们家当银行了？你再多说一个字，信不信我现在就打电话报警，让你爸下半辈子在牢里给你写信。柳如烟被我的眼神吓到，瞬间闭上了嘴。如烟，你先出去。柳如烟不情愿地跺了跺脚，离开了办公室。第三，你要召开记者会，公开向我和所有被你压榨过的员工道歉，并且以你个人的名义向社会福利机构捐款500万，为你自己的行为赎罪。500万？秦江，你这是要我的命啊！比起买凶杀我，这只是让你出点血而已。答应还是不答应？给你3秒钟考虑。3、2，好，我答应你。这才对嘛！早这么合作，不就没这么多事了？还有，这一切都需要签协议，并且有律师在场公证。以上柳先生是否全部同意？同意。刘总，希望你记住这次教训。发布会见。几天后，柳建国安排好了发布会。各位媒体朋友，大家好，今天我召开这次记者会，是为我之前的错误行为向公众、向我的员工，尤其是向秦江先生做出最诚恳的道歉。是我利欲熏心，长期压榨员工，克扣他们的合法收入，是我冷血无情，拖欠工亡员工的救命钱。我对不起他们，对不起社会的信任。刘总，请问您之前是否涉嫌买凶报复秦江先生？警方是否已经介入调查？这是个误会，我和秦江先生之间的一些私人恩怨已经通过友好协商解决了。为了弥补我的过错，我个人将向慈善机构捐款500万元，用于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。同时，公司拖欠的所有款项都将在今天之内全部结清。我的天，加班费真的到账了，1分不少。我也是，秦江真牛逼，一群白眼狼。发布会结束后，柳建国在保镖的护送下狼狈离场。秦江，谢谢你，你为我们所有人出了一口恶气。我只是做了我想做的事。我以为事情到这里就告一段落，但就在我准备离开时，张律师却给我打来一个电话，电话里的内容让我的心再次沉了下去。秦江，不好了，你被起诉了，不是柳建国，是那家收到你700万汇款的真正受害者。他们联名起诉了你和柳氏集团，要求你们共同赔偿他们的全部损失。接到电话后，我马不停蹄地来找张律师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们都以为那700万是进了骗子的口袋，但警方深入调查后发现，那个诈骗账户其实是一个被另一家公司，我们称之为 A 公司，用来支付货款的过渡账户。骗子入侵了 A 公司的系统，把他们的收款账户改成了这个诈骗账户。你的意思是我转过去的700万，实际上是 A 公司本该收到的货款？可以这么理解。现在 A 公司钱货两空，濒临破产，他们查到这笔钱操作人是你，所以就把你和柳氏集团一起告上了法庭。那我们有多大胜算？很难说，虽然你是无心之失，但在客观上造成了 A 公司的巨大损失。柳氏集团作为你的雇主，也要承担连带责任。现在对方的诉求是全额赔偿700万。700万？我哪有那么多钱？柳建国刚大出血了一笔，他肯定也不会认这笔账。
这就是问题的关键。柳建国现在巴不得你被判赔偿，他好落井下石。我们现在非常被动，千算万算没算到还有这么一出，我不能认输，一定有解决的办法。几天后，我在法院调解室见到了对方公司的李总。秦先生，我理解你可能也不是故意的，但是我们公司现在资金链断裂，工厂停工，我们真的撑不下去了。我们的诉求很简单，还钱，否则我们不仅要追究民事责任，还会向检察院申请追究秦先生的刑事责任。我当事人的行为属于工作失误，不构成刑事犯罪，而且造成这次事件的根本原因是电信诈骗，我们也是受害者。你们是受害者，我们更是。如果不是这位秦先生手一抖，我们的700万会丢吗？法官先生，我们拒绝调解，法庭上见吧。从调解室出来后，我跟张律师回到了律师事务所内。难道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？真的要赔700万？从法理上，我们确实不占优，对方的损失是客观存在的，而这个损失和你的转账行为有直接的因果关系。法院大概率会判我们和柳氏集团共同承担赔偿责任。柳建国那边是什么态度？我联系过他的律师了，他的意思很明确，那是你的个人行为，是你的重大失误，公司不会承担任何责任。他甚至准备反诉你，让你赔偿公司另外100万的损失。这个混蛋真是狗改不了吃屎！不行，我不能坐以待毙。既然讲道理讲不通，那就只能用点非常的手段了。秦江，你可别乱来，现在是法治社会。放心，张律师，我不会再用上次那种自损800伤敌1000的法子了。这一次，我要让他心甘情愿的把这笔钱给我吐出来。宝贝儿，今晚去我家还是去你家啊？刘总，你坏死了！我当然不是要拍这些花边新闻，我等的是另一个人的出现。根据我这几天的跟踪，他和黑豹的交易地点就在这个停车场。虽然黑豹失败了，但他肯定还没有支付尾款。刘总玩的挺开心啊，我的尾款是不是该结一下了？豹哥，您怎么来了？不是说好？少他妈废话，活儿我给你干了，人我也给你打了，虽然没成功，但兄弟们也挂了彩。我的钱呢？柳建国，你的把柄我抓到了。豹哥有话好说，那小子他会点拳脚功夫，我也没想到啊，这是没办成，尾款是不是可以再商量一下？我打死你！我黑豹出来混，讲的是规矩，接了活就得给钱，我不管成没成，我的人为你办事受了伤，这笔账就得算你头上，1分不能少，不然我今天就让你跟你那个仇家一样断手断脚。我马上给您转账。躲在暗处的我将这一切都录得清清楚楚，尤其是黑豹亲口承认接了活为人办事，这简直就是柳建国买凶伤人的铁证。转完账后，黑豹才松开了柳建国。今天的事要是传出去半个字，我保证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。等他们都走远了，我才收起手机，悄悄地离开了停车场。秦江，你太牛了，这个视频是决定性的证据，这下柳建国彻底完了。先别急着提交证据，我想这个视频还有更大的用处，我要用它换回那。挂断电话后，我新建了一个匿名邮箱，将柳建国和黑豹的对话剪辑了一段，发送到了刘总的私人邮箱。邮件正文只有一句话：刘总想听完整版吗？明天上午10点城南咖啡馆，我等你。第二天上午10点，柳建国果然按时赴约。音频是你发的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刘总别紧张，我不是警察，对送你进去没什么兴趣。我今天约你来是想跟你谈一笔生意。什么生意 ？A 公司的案子你打算怎么办？那是你的事，是你自己操作失误，凭什么要公司买单？我已经让律师反诉你了。刘总先看完这个，我们再聊。当柳建国看到自己和黑豹在停车场交易的画面，脸色一下变得惨白。他猛地伸手想去抢手机，我手疾眼快地收回手机，躲开了他的手。刘总别激动，这只是个备份而已。你说如果我把这个视频交给警察，会发生什么？买凶伤人，数罪并罚，下半辈子在里面过应该是没问题了。到时候你的公司、你的豪宅、你的美女，可就都跟你没关系了。别，秦江，我错了，你放过我这一次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。很简单 ，A 公司的700万赔偿款你来出，另外撤销对我的反诉，并且再给我100万精神损失费。我全都给，只要你把视频删了。视频我不会删，它会作为我们的友好凭证，永远的保留下去。只要你以后安分点，它就永远不会出现。但你如果再动什么歪心思，我没有把话说完，但柳建国已经完全明白了我的意思。他看着我，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和绝望。很快到了开庭的那天，我跟张律师在门口拦住了李总。李总，请等一下，关于赔偿的事情，我们有了新的方案。还有什么好谈的？我们法庭上见。李总，请给我们5分钟。我知道贵公司现在的情况很困难，我们找到了一个可以立刻解决你们燃眉之急的办法。好，就5分钟。李总，这是柳氏集团的刘总签署的协议，他愿意全额承担贵公司的700万损失，并承诺在今天下午3点前将全部款项汇入贵公司账户。这是真的吗？刘总他怎么会突然愿意承担了？您可以让您的律师核实一下协议的法律效力。至于原因，您就当是刘总良心发现了吧。李总，协议是真的，具有完全的法律效力。太好了，公司有救了，员工们的工资有救了。
秦先生，之前是我太冲动了，谢谢你，你真是我们公司的大恩人。李总严重了，能帮到你们我也很高兴。我们唯一的请求是希望贵公司能撤销对我的起诉。当然，我们马上就去办。李总他们撤销了对我的起诉。我走出法院后，看到了不远处的柳建国。刘总，钱记得准时打过去。知道了。还有我的那100万也别忘了。好。我看着他屈辱而又不甘的样子，转身离去。柳建国这个人永远不会真正悔改，但有了那个视频作为枷锁，他这辈子只能夹着尾巴做人。但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响了。我接起电话，听筒里传来一个冰冷而熟悉的声音：“秦江，我们见一面吧。我知道你手里有不该有的东西。”我欣然接受了黑豹的邀请。小子，你胆子不小，还真敢一个人来。你找我不就是为了那个视频吗？把它给我，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。不然你知道后果。后果是像上次一样被我打进医院吗？还是说这次你打算要了我的命？你以为我不敢？你敢，但我赌你不会，因为你是个聪明人，知道什么叫利弊。什么意思？这个 U 盘里是视频的完整版，它现在对我来说已经没用了，但对你来说却是个不错的护身符。黑豹愣住了，显然没明白我的意思。柳建国是什么人，你比我清楚。他今天能买你来对付我，明天就能买别人来对付你，以绝后患。毕竟你是唯一知道他秘密的人。但如果你手里有这个，他就永远不敢动你。黑豹的眼神变了，从一开始的凶狠变成了思索。他是个在刀口上舔血的人，自然明白留一手的重要性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把这个给我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好处就是我们之间的恩怨一笔勾销。我不想以后走在路上还要时刻提防着被人从背后捅刀子。我只想过安稳日子，这个算是我们之间的停战协议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从今天起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，我们两不相欠。我看着他远去的身影，长长的舒了一口气。这场持续了近1个月的风波，终于要画上句号了。秦江，你有空吗？秦江，你有空吗？我们想请你吃顿饭。无事一身轻，我答应了主管的邀约，来到餐厅。秦江，快来，今天这顿我请。我们大家一起敬秦江一杯。要不是他，我们现在还在被柳扒皮压榨呢。敬秦江。大家别这么说，我只是做了个导火索，真正让刘总倒台的是他自己这些年积累的民怨。来，为了我们拿回了应得的一切，干杯！酒过3巡，大家都聊起了未来的打算。柳氏集团因为丑闻缠身，股价暴跌，已经被股东们联手清算，正在进行破产重组。我们这些员工也都拿到了赔偿，各自寻找新的出路。秦江，你以后有什么打算？以你的能力，去哪家公司都会是抢手的人才。我准备用柳建国赔给我的钱，和几个朋友合伙，开一家自己的财务咨询公司，专门为那些被无良老板欺负的打工人提供法律和财务援助。好小子，有格局，算我一个。法律顾问我免费当了。正当大家热闹的时候，包厢的门突然被推开，柳如烟站在门口，她穿着餐馆的工作服，脸上没有了往日的骄纵，眼神复杂的看着我们。秦江，拖欠你们的加班费和工资实在是对不起，我不该说人和人的命是有差距的。现在我知道自己以前有多狂妄无知了。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，人总要向前看。这一刻，我感到心中最后的一丝芥蒂也烟消云散了。恶人得到了惩罚，无辜者得到了帮助，而那些曾经迷失的人也找到了新的方向。